嗨，大家好，我是哑铃，欢迎来到 Talkback 系列影片的第5集。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会了解文字转语音引擎与如何操作文字转语音引擎的设定。好，那文字转语音引擎到底是什么？在使用荧幕阅读器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这些荧幕阅读器不是通常了，就是这些荧幕阅读器不提供他们的声音，他们自己的声音我在第一部影片已经说过，就是那个荧幕阅读器基本介绍的影片里说过这句话。但是呢，这是我再次重复这句话，在这支影片中。好，那这些荧幕阅读器呢，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软体来跟这些荧幕阅读软体搭配使用。这个叫做文字转语音引擎。好，那这些文字转语音引擎，你可以哪里下载这些文字转语音引擎呢？有一些装置，很多装置，手机啊、电脑、手表等等这些做装置，他们都提供他们预设文字转语音引擎。但是呢，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文字转，适合不同装置的文字转语音引擎。比如说，在安卓手机上，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课程是 Talkback 的课程。我们在这个系列中讨论 Talkback。Talkback 是在安卓手机的一个荧幕阅读器，它的预设荧幕阅读器。所以在安卓手机呢，他们的预设文字转语音引擎是Google 文字转语音引擎，是在所有的不管是哪一个公司的手机，他们都提供这个文字转语音引擎，这个 Google 文字转语音引擎。还有另外是 Vocalizer 还有 EDI Elegance 是另外一种文字转语音引擎，还有 Smart Voice， 还有 eSpeak 还有非常多，你可以在网上搜寻找到他们的名字。那在三星手机，我现在使用的是三星公司的手机，所以他们预设荧幕阅读器预设的文字转语音引擎是三星文转声设定，这是他们预设的文字转语音引擎。好，这就是文字转语音引擎的一些例子，还有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概念，希望你们了解。那如果有朋友不了解我说的话，欢迎你们在留言。我刚刚在说如果有朋友不了解或者不懂不听不懂我说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在留言跟我聊天，我很乐意回答你们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关于文字转语音引擎的一些细节接下来呢，我们会直接学习如何操作文字在 Talkback 上操作文字转语音引擎有关的设定。好，我现在会给大家看我的手机荧幕，所以大家可能会更深入的了解。好，那么我们就开启文字转语音设定好了。开启文字转语音设定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们使用最快速的方法来开启文字转语音设定，那就是
透过 TalkBack 选单开启文字转语音设定，所以我在以前的影片已经说过如何开启 TalkBack 选单，所以我们直接就开启 TalkBack 选单，然后从那边开启文字转语音设定。好，这样子。录制。哎。视讯。地面升级。已选取。好，我们就开启这个。描述图片。文字转语音设定。你也可以在 TalkBack 设定中开启文字转语音设定，不过我们使用的是最简单的最快速的方式。好，我就开启这个。文字转语音，接触2下即可启用。在这边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选项，我们来探索这些好不好？好。文字转语音。第一个选项。惯用语音辨识引擎自动 GGS。第一个共5个，在清单内5个项目。惯用语音辨识引擎。这个设定为这个是你的引擎，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你想要使用的文字转语音引擎。这个设定为自动 DDS。我从 Play 商店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了这个引擎。好，我们点击这边。惯用语音辨识引擎。在这里点2下之后，大家可能会看到，这边有所有的，你安装所有的文字转语音引擎的清单，好不好？我们探索一下。惯用语音未选取原型按钮，在新文转身设定第一个共8个，在清单内8个项目。接触2下即可启用。跟大家道歉。未选取。第一个3新文转身设定，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未选取原型按钮，注重语音辨识集合成第2个共8个，接触2下即可启用。这也是我刚刚提到的 Google 文字转语音引擎。未选取原型按钮。第3个共8个，这是 Voicify DDS， 这是DeckFreedom 的 Voicify DDS。DeckFreedom 呢是一个对视障者有用的一个App。这是在印度开发的。已选取原型按钮，自动 GGS。第4个共8个，接触2下即可启用。这个是自动 DDS，Auto DDS。未选取原型按钮 Instant GGS。第5个共8个，接触2下即可。这个是 Instant DDS， 我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Blind Deck Community 的一个 DDS 吧。这个文字转语音引擎。未选取原型按钮 Natural Infinity GGS。第6个共8个。这是 Netra Infinity DDS， 这是 Netra Plus 的他们的文字转语音引擎，这是 Netra Infinity DDS。如果你们可能有些人可能对这个 App Netra Plus AI Vision for Blind 这个 App 可能熟悉一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个 App 是在印度开发的。现在我在印度，所以我使用这些 App。未选取原型按钮 eSpeakNG。第7个共8个。这也是我提到的 eSpeakNG。未选取原型按钮 Smart Voice。第8个共8个。这是最后一个 Smart Voice。Smart Voice，我也刚刚
影片的一开始提到的。好，我们就返回。设定按键。接下来有设定，在设定你可以调整某一种特定的文字转译引擎的设定，比如我现在选了自动 GDS， 所以自动 GDS 呢，它不是预设荧幕阅读器，但是这装置以外的我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的一个文字转译引擎。那如果我想要开启这个设定，在这边点2下，它直接会开启文字这个自动 GDS 的 App， 你们看，这是它的这是它的 App， 你们可以看得到。所以你们这里可以调整你特定引擎有关的设定。아씨 뭔다设定按键第一个共5个。怎么好，没问题。好，我就继续。下一个就是语言。使用系统语言第2个共5个。语言啊，使用系统语言。这里呢，你们可以设定文字转语音的语言，不是你系统的语言哦，是那个文字转语音引擎的语言。就是你可以说那个 TalkBack 朗读的语言，你可以选择。我建议大家这个设定为使用系统语言，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当你我的手机设定为中文，所以我突然切换到英文了，我把它的系统切换到英文，所以它不会用中文的声音来输入来朗读英文文字，它直接会切换到英文的语音，这样就是它的概念。设定语言使用系统语言第2个，语音速率慢快已停用第3个共5个。下一个是语音速率，你们可以这里调整语音速率。我刚刚也说过，在以前的影片里也说过，你们也可以调整语音速度的方法。不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荧幕阅读器的语音速度，这是另外一个语音速度，就是你预设定的语音速度。因为文字转语音呢，不只是跟荧幕阅读器搭配使用，你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因为在其他的 App 上也可以用到这个文字转译引擎。好，这样子。15%语音速率滑杆已停用。这里可以调整语音速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音调。音调低高已停用第4个。你也可以在这边调整音调。20%音调滑杆已停用。好，这是那个音调，它设定为20%。播放按钮已停用第5个共5个。这是播放按钮啊。如果你在这里播放，你可以测试你的引擎，你可以测试，它会播放一个范例。它现在不会播放啦，因为 AutoGS 这个自动 GDS App 里面已经有测试的一个选项，那个功能。最后就是重设按钮。当你修改了一个设定，你把设定改变了，你不知道要怎么办，你想要这个预设设定，那你可以在这边点击，可以重设所有设定到预设。好，那么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们，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当然可以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的问题。还有，请你们按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或者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我制作关于视障人的生活化的话题，所以
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留言给我。还有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我的 Telegram 频道的话，可以在 Telegram 上直接搜寻 BBEX 这些字幕 BBEX 这些字幕，在那边我发布所有的对视障者有用的资源，像网站啦，还有一些特殊的软体啊这些，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在那边点击就好了。好，那这就是还有你们可以加入我的群组，这些加入群组的那些细节都在 Telegram 频道里，所以你们直接可以阅读，还有或者呢可以留言给我，这是这是关于我的一些细节。那下次再见喽，拜拜！谢谢你们的收看，谢谢你们的收看。